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Justin Picnic。我们今天来到了纽约 Midtown 的布莱恩公园。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介绍我们的野餐的美食。第一个环节就是介绍我们的野餐美食。那么应上一次我们的 Carrie 的要求，他上次提了吃饭的要求，完了以后，今天要来全素餐的这个要求。那我们今天做的一道菜就是当韭菜盒子，大家可以看到吗？好香啊！好香。Carrie 怎么样？满意吗？很正宗，很正宗，你还没吃呢。看起来。那 Annie 今天也为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可口的凉拌菜。这次是真的是凉拌菜，就是粉丝、各种海带，叫什么？还在移动的，还在移动的海带。豆皮、木耳、香菇，什么都有。哇塞呀，很棒，也很健康。所以这一次的主题，我们吃饭的主题是健康。那 Carrie 又为我们带来什么健康的美食呢？当然是我的 signature， 永远都是这个果盘儿，土特产。这一次的果盘比较的小，每个地方都有的相同土特产。一个小小的水果。因为我不会做饭，我这个人比较懒，就是那个叫什么即食的东西对我来讲是最好的。打开就能吃。很方便，连洗都不用洗，还没有皮，还不像香蕉，还不像橘子，对吧？懒人必备。OK， 那我们今天的美食介绍完了，就开始我们品尝我们的美食吧。那我们先来尝一尝 Annie 的凉拌什锦大杂烩。从来都是大杂烩类型的，我发现。比较实用。家里有啥就放啥。中式沙拉嘛，对不对？哇，酸的味道很浓哎，很香，蒜香的味道。Carrie 觉得呢？可以，我觉得很好吃。满意吗？这个应该配着韭菜盒吃吧？对啊，当然。哦，还可以配上这个辣酱，油辣子，家里自己做的。看不到哎。我把油辣子就是我要把油辣子放到那个叫什么？放到这个里面来。还可以加一点是吗？可以呀，你要加？你还真的吃辣呀？给我留一点。每个人一份就够了。Annie 太小看我们吃辣的能力了。我自己做的，我都觉得，我觉得把自己给辣到。好，那么辣。接下来配上了我们的韭菜盒子，吃一吃，看是什么感觉。那你是修优先，还是可以放在这里，放在那个对，放那个碗里。听说今天早上 Justin 自己都为了切韭菜，把我的不好意思 ，OK， 把我的手指头给剁小了，剁破了一小截，我还好。辛苦了，辛苦了。这个韭菜盒子是我参照了网上小高姐的做法。就问问你，这样的韭菜盒子，你要不要来一个呢？谢谢大家收看，我是小高姐，我们下集再见。所以谢谢小高姐，谢谢小高姐。唯一做的一点小小的改变就是，小高姐里面是放了那个粉丝，我这个里面是放那种虾皮。你的面怎么用的呀？面就是我自己擀的呀。我靠，你自己全能性选手，太狠了。我的天 ，Yummy， 好香啊！怎么样？我知道了，很鲜呢，有虾皮的那个鲜味。你应该告诉大家如何在美国做中国的那个这些菜。但是网上已经有小高姐了，还需要我干嘛？是吗？她长得就很好啊。最起码我只知道你，我不知道她呀。这个面皮其实做起来
要放一点酵母，所以它就比较软，然后又比较有那种气泡的感觉。你放吗？当然放了呀。你每次都问我你放了吗？你放糖了吗？我说放了呀。证明是我总是低估，但是你总是。你看这个是皮薄肉馅，皮薄肉馅，今天没有肉，就鸡蛋啊，就是皮很薄，然后里面的馅是比较丰富的，有鸡蛋有韭菜，还不对劲啊。顺便说一下，这个美国人不太吃韭菜，所以还好是在一个对呀、开放性的他们为什么不吃韭菜？不然会被周围生气死。周围走来走去的人都在看我们在干嘛呢？对着镜头一直秀这个菜。怎么样？味道 OK 吗？太好吃了。是你梦寐以求的韭菜盒子吗95%。OK， 太棒了。我是南方人，就没吃过特别正宗的韭菜，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韭菜盒子，但是我觉得这个虾的香味太厉害了。这个吃超健康，没有大鱼大肉，唯一的蛋白质就是鸡蛋跟干豆腐。每个星期盼着这么一个。继续聊 OK， 那我们就边吃我们的餐后甜点边聊我们今天的话题。今天的话题就是什么来着啊？那些该死的过敏症。这个话题之所以今天要聊，是因为我觉得我感觉好多我们就是国内的小伙伴们，可能对于过敏的认识和国外的过敏的这个认识相差还是挺大的。然后尤其是当我在这边就是在海外居住过一段时间以后，自己身上也发生过这种过敏的反应，但是起初的时候就会认为说这个应该也没什么大事儿吧，就觉得自己也不要太矫情了，就是感觉这可能就是吃坏肚子了呀，或者是吃什么东西不干净之类的。但后来才慢慢发现，其实是我之前对这个过敏的认识有点不是特别的，就是对过敏不是特别了解那今天我们就首先来聊一下我们自己来了美国以后所认知到的，或者说听说到的千奇百怪的过敏症有哪些。我先来说，首先最让我觉得很无语的，刚开始来到美国的时候，就是有很多人对那个麸质过敏，就叫 gluten， 它是那种面粉的里面的一种麸质蛋白过敏。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吃火锅的时候经常吃的那个什么油面筋啊，那个什么豆那种面筋泡那种之类的，那就是全都是麸质的。所以有很多人在美国大概麸质过敏的程度可以达到好像有10%吧，还是4%，总之就是还有很高的一个比例的。而且在吃饭的时候，在这边餐厅吃饭的时候，基本上服务员都会问你说你有没有什么过敏的，就像国内的会问你有没有什么忌口的。但是国内的忌口可能只是这种调料上面的忌口，就是比如说你不喜欢吃葱或者蒜，但在这边的话就会详细到就是哪一类的食物你不能吃，比如说麸质类的食物，或者是海鲜类带甲壳类的食物都不能吃。然后我还遇到一个朋友，就是他小龙虾都过敏，他小龙虾生的那种活的小龙虾的时候他不会过敏，但是一旦煮熟了以后的小龙虾，他只要一碰，然后就是全身就会起疹子，然后喉咙也会特别难受。那 Anne 和 Carrie， 你们或者你们周围的朋友有遇到一些什么比较很有意思的过敏症吗？我觉得就是我这边认识的就是牛奶吧，因为这边牛奶，如果你们看《生活大爆炸》里面有一个角色，他就说他有这个全名叫乳糖不耐受，就是牛奶里面其实有一种物质，其实有的身体是接受不了的，所以你的症状呢可能就是拉肚子，或者是放屁，就是就很奇怪的这些反应，或者像我家人，我现在想想，我有一个家人就是每次喝了牛奶之后就肚子非常的不舒服，就不知道为什么不舒服。其实这个就叫过敏，所以美国这边还是挺细致的。你去买牛奶的时候，不仅有1%的全脂，2%0%的脂肪还有那种
完全没有就是那个物质的，去乳叫糖的话就是 lactose free。对 lactose free 的这种牛奶，所以你喝起来就比较放心。但我本人就是属于那种喝了牛奶会肚子非常胀气的那种。我即使买的是那种 lactose free 的那种牛奶，喝了以后还是会就是很胀气，而且看就是那个网上查了一些资料是说，可能70%的人都会对成年人都会对那个乳糖有不耐。它这个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是为了帮助人类断奶成年以后，就是说其实是不希望就是你人成年以后还去继续喝那么多的牛奶或者奶制品。所以反正过敏一直以来也是一个人类的未解之谜。但我觉得我们今天想聊这个话题的一个初衷就是想引起大家对过敏的这个症状的一个认识，然后就是你需要就是了解一些过敏的这种反应，让你自己知道你的身体对这些食物是不是有一个过敏的反应，而不是就是感觉也不是什么大毛病也就忽略了。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对你的身体非常有危险的，甚至说你的很多人的这种亚健康的状态，觉得身体很乏或者很累，其实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你吃了一些有一部分原因，不能是大部分，就是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吃了一些你有免疫反应的这个食物，但是你自己感觉是小毛病没有关系，但你体内产生了大量的抗体，你的体内的系统是在跟这个你的这种过敏源是在做这个斗争的，所以会让你觉得很累。这也是很多人为什么一直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所以尽早的认识这个过敏的这个反应，然后去做一些测试，其实是可以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健康，变得更加起码你对你自己的身体有更全面的了解。呀，我得回忆一下我昨天晚上吃啥了，我感觉有落枕了，是不是过敏？是落枕。你落枕？我以为我是落枕了，但不一定，有可能是过敏。所以我得考虑一下昨天晚上吃什么。不是，因为我就发现我周六起床或者周天起床的时候特别容易脖子疼，或者导致每周六吗？或者导致这个偏头疼。反正我上班的时候不会，不会。但是一到这个，我估计是你睡太久的原因，是你睡眠应该不是食物的原因。睡眠也可以过敏吗？没有，就是说不是过敏的。我觉得你就是我刚才说的嘛，不要把所有都往过敏上套啊。对，就是也是要记住了，不是什么都是因为过敏。对，就是过敏是很常见的一种反应，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症状都是过敏导致。当你不知道为什么难受的时候，是时候考虑是不是过敏。总之就是最好的、最科学的、安全的办法是做一下过敏原的测试，去找医生做过敏原的测试是最安全也最准确的。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 Justin Picnic 的节目，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点赞subscribe，下次再见，拜拜。